谁为生无死痕，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 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。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花神大人，锦绣，大胆红茶妖，竟敢直呼花神大人名讳！你有神印。 你是花神大人，红凝。你认识我？我的花神姐姐肯定长得非常漂亮，人美心善，人很好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花神。我要找的花神大人是这儿，这儿有花神印的花神大人，才不会像你这样有事儿没事儿在这儿逛来逛去的。 你，红茶妖，你不仅离开了百花图，这红茶花也尚未开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花招会。神尊大人，红茶妖本就有花劫，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神尊大人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 神尊大人，呈上你的花。你瞧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哼，搞了半天，花也没有开。 花蜜也没有，你还有脸来参加花招会啊？此花未开，退下吧。这花神大人，就不是红茶花，这也不对，这也不是花呀！我十遍百花，从未见过这样的花。说，你是不是施了什么妖法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这是地肤草的花。地肤草？地肤草？地肤草并非凡间草木，自有灵性，但因攻击性极强。 又以食其他花木为食，故难以培养。你是如何种出来的？我好像
地肤草一旦扎根，极难清除。想来，是以你的红茶花作为养分，这才开放的。红茶妖既然没有种出红茶花，你们几个还不快给我把它带下去！杏仙，红宁为何会在长满地肤草的那片土地上种下红茶花？此事，想来你是最清楚不过的。红茶花既是被地肤草误食，那便非你之过。地肤草天生无法修炼，又极难驯养，故而无人能够平等耐心地对待它。如今，它因你牺牲自己的灵力而开花，也算是万年以来的第一次。如此看来，非但无过，反而有功。红茶妖，神尊大人既已开口赏你，还不快谢恩？谢神尊大人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你先说说看，若能做到，自然可以。我可以当你的神后吗？你们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红茶花妖，你连婚嫁情爱为何物都不知，为何提出这个问题啊？我要报恩啊！神尊大人他救过我。报恩有千百种法子。再说了，救治花木是中天王掌管花招宫的本责。他之前也救过我宫中的雪绒花，难道雪绒花也要做他的神后吗？天女说的是，这数百种花中有10种是神尊大人亲自救的，难道都要像你这么报恩吗？那我要怎么报恩呢？神后都是神仙，那便修仙吧。修仙？修仙。那成了仙，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吗？先修仙吧。是。恭送神尊大人。明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，你自己看。那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花瓣根本就不可能数完，地把火烧了，答案不就是0吗？是吧？这红茶小妖啊，他还有点本事，我让他求我，他还不肯求。你从哪儿找的那么有趣的妖怪啊？对了，他为什么老追着你不放啊？你是不是对人家做了什么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不对劲儿啊！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走吧。你去哪儿啊？父王母后召见了。还有别的白毫图吗？有啊。你要跟我动手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在百花图里面可没闲着，今日我定将你拿下。来，来呀！什么？
你居然趁我不在把铜海偷偷修到了第3层！没趁你不在，也没有偷偷。那你也得把我先解开是吧？这样我觉得丢人啊！你可真狠啊！我，你还怕丢人？别人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这红茶妖凭什么能够留下？早知如此，就不该罚他花钱。参见天女，幸贤。小仙办事不力，让您看笑话了。不用放在心上。您是来找神尊大人的吧？他同昆仑君一起回中天了。不用了，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嗯。儿臣拜见父王母后。数个花瓣用了几百年，也真可以载入天宫史册了。母后，你是不知道，儿臣每数一遍，心中便会默念一遍从前犯下的罪过，心生忏悔才会数那么久的。而且那百花图里的百花，夕死朝生，生生不息，本就是折磨人的酷刑。但是，儿臣虽然受了些苦，但也磨练了心智，是吧？百花图里不光有吃有喝，还不用在天宫繁忙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用见到我和你父王，的确让你受苦了。母后，弟弟这些年确实是好好反省了。他动毁了整个苍梧后山，你还想怎么袒护他？好了，几百年前的事情了，罚也罚了，犯不着如此。锦绣，他可当真数完了花瓣，你别再护着他了。百花图的花瓣若是不数完，是出不来的。昆仑确实是数完了。那一共有多少花瓣呀？母后，这个儿臣在私下告诉你。父王，儿臣也是真的知道错了。那苍梧后山的神木仙草，儿臣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。有长进。帝君，如今昆仑君既已归位，也理当为他安排些事务。说的有理，不过之前让你掌管天气，你弄得一塌糊涂，还是从简单的事情做起吧。锦绣，花昭宫有什么空缺的职务，给你弟弟安排一下。是。谢父王，儿臣一定会跟着哥哥好好修行的。身后，你以为如何？你若再捅出什么篓子，别怪我亲自罚你。是，母后。这是我北仙界金莲池的神石，受金莲浸润万年，灵气环绕，对修行增益极大。天女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。你伴随神尊大人左右，多有辛劳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这是小仙应该做的事。我与其他花仙少有往来，神尊大人日理万机，若不是你，我想替他分忧，都不知从何下手。天女客气了，谁不知道您和神尊大人早已有了婚约，只不过是在等神尊大人重回天庭，便会举行大礼。什么婚约？不过是我父王从前与帝君随意的玩笑罢了，当不得真。今日不是还有小花仙向神尊大人坦白心意吗？那红茶就是一个毫无廉耻、不知礼数的乡村野花罢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它来自白州山。白州山？那它是妖？没错，千真万确的妖怪。他违反花神令，私自开了花，被神尊大人捉到天庭里来受罚。这段时间惹了不少乱子。神尊大人竟会将妖怪留在天宫？天女有所不知，山茶一族没落已久，结不了仙缘。神尊大人对此颇为遗憾，好不容易碰到一朵罢了。
天女放心，就算他仙缘再深，如此不懂规矩，留不了多久的。梅仙使，这是完整编写的神谱，你要细查上面所有仙子的资质，然后辅助我选出12花神。是。哟，这些花可比几百年前要茂盛得多呀。那还不是要仰仗你这几百年安安稳稳的在百花图里待着，否则这些花木也不会长得如此茂盛。那倒也不必谢我。来，花招宫里没有闲职，既然你这么爱喝酒，就去看管酒园吧。那里的百合花正值花期，日夜需要雨露滋养，切勿怠慢。行，放心吧，这有何难？神尊大人，昆仑君。幸仙使。神尊大人，这几位花仙有要事禀报。神尊大人，红茶小妖屡次三番破坏规矩，还无花硬闯花招会。若将他留在花招宫，实难负重。怎么能叫硬闯呢？那是我带他进去的。你若是不满，为何当时不提出？小仙不敢当面服了神尊大人的意思。你是不敢服了我的意思，还是不敢服了幸仙使的意思？小仙不敢。神尊大人，小仙甘愿受罚，以身作则，以儆效尤。不过，这规矩就是规矩。小仙恳请将红茶妖逐出花招宫。留不留下，何时开始由你做决定了？可是那红茶妖是个妖怪啊！你以前就不是个妖怪吗？我，梅仙使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小仙认为，红茶花未开，的确不该入谱。但是他开出地肤草花有功，不如让他暂留宫中修行。只是他现在身份为妖，住在花招宫，确实会惹众仙非议。哥，不如这样吧，让他呀跟着我。我看他天资聪明，仙缘极深，若是跟我一起看护酒园，我一定好好教他。去残花园吧。神尊大人英明。行，残花园就残花园呗。幸仙，你玩忽职守，将地肤草弃之荒芜，推卸责任，致使无辜人等替你受过，以权谋私。你以为我看不出天女献舞飞花是谁的主意吗？小仙不敢。我看罚你几百年灵力，已经不足以让你长记性了。去水月镜好好反省吧。神尊大人，小仙冤枉呀！小仙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花招宫啊！若你真是为了花招宫，那你便更是是非不清，规矩不明。带下去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不必为他求情。什么时候想明白，什么时候出来。是。到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残花园，花招宫的花有神尊大人庇佑，可永远盛开。可有些花伤了根本，残败枯萎，需要精心照料才能够开放，便都入了这园子。那我来这里是？自你入花招宫以来，破坏规矩无数，
更无法闯入花昭宫内宴，早该被驱逐下界。是我们神尊大人仁慈，才留你继续在这里修炼，但惩罚是免不了的。在你未成仙之前，便住在这里吧。豪娘，豪娘，豪娘，芍药，你怎么来了？百花林里的几朵芍药枯萎了，我给你送过来。你呀，肯定是骗我的。这百花林的花就属芍药开的最好。你呀，肯定是想我了。哎呀，等等我！哎呀，你别说了嘛。哎，那你之前说的那个仙子，原来就是花神大人呀？可是他平时额头上也没有神印啊。神印？这神印可是犹如凡间皇帝的冠冕，只有祭祀盛典、降妖伏魔时才会出现，平日哪能那么轻易见到嘛？不是，这花昭宫有谁不知道神尊大人啊？我也是服了你了。对，花昭宫有一个笨蛋红宁，他居然不知道花神大人和神尊大人是同一个人。你又哄我！我跟你说，都怪这个杏仙，要不是他，神尊大人也不会让你来这儿。不过他现在被罚进水月境了，待会可以消停些日子了。没关系的，芍药，我真的觉得这儿挺好的。你看，如果我能让他们都开花的话，我是不是也能增加修为啊？而且神尊大人要我好好修行，我是要好好修行的。你呀，你这傻头傻脑的，让人欺负了也不知道。那我有你，他们不会欺负我的。除了杏仙使名额暂留外，小仙还挑选了荼蘼、兰花等17位仙子，有自制入选12花神。红宁已经送去残花园了吗？已经送去了。那朵红茶花有什么问题吗？残花园缺少阳光雨露，对它开花极为不利。他性子率真，待在花昭宫恐怕会生出事端。况且料理残花对他的修行有极大的帮助，还是暂且让他留在那儿吧。小仙明白了。还有昆仑，看好了他，别再让他给我惹出麻烦。是，小仙明白。好了，这些花只要日常的浇水和日晒，过些时候便能恢复了。谢谢你啊，芍药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神尊大人告白，那不一下子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了吗？你要真喜欢神尊大人啊，暗恋也行啊，说出来多丢人啊。喜欢是什么？喜欢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就说要当神后啊？我那是要报恩。不，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跟他成亲的。啊？什么是喜欢一个人啊？喜欢呀，喜欢就是你会把他的喜怒哀乐都当做自己的，
还会觉得他比自己还重要，有时候甚至会忘了自己呢。喜欢？啊，就是想跟他待在一起，见不到的时候非常想他，有些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有些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对吗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哦，而且喜欢是不能随便说的，是要确定了自己的内心，是要为对方着想。总之是绝对不会轻易开口的，一旦开口就绝对不能反悔啊。那我一定是喜欢神尊大人的。芍药，你怎么懂那么多啊？你之前在凡间生长的时候，生长在哪里啊？我那地方老带劲儿了，群花簇拥，美人环绕，每天看着大家爱来爱去的，那我看得多了，自然就懂了呀。这地方这么好啊，叫什么呀？赏花院呢？赏花院？没听过。同龄人呢？该上雷行了。哦，来了。神尊大人，我早该相信，你就是花神大人。让枯木开花是用法术和灵魂浇灌的，唤醒花木之灵是花木一族独有的灵力。你现在根气太差，还无法做到。可是我每天都有在听梅仙使的话，打坐修行啊。你得从最基础的幻灵之术开始修行。坐。啊。花木之灵游灌在身体的每一处，你首先要做的，便是唤醒灵力。神尊大人，成为神仙，可以做你的神后吗？只要你修仙，便是福报，跟成亲嫁娶毫无关系。可是我喜欢你啊，我想成为你的神后。胡闹！你懂什么是喜欢吗？我当然懂啊，芍药已经告诉我了，喜欢就是想要每时每刻都见到你，见到你很开心，想要永远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别说了，仙妖殊途，不要再口出妄言。仙妖？为什么仙妖殊途啊？你是仙，我是妖，我们现在不也好好的待在一起吗？我是在渡你成仙，妖怪生而为恶，祸乱四海八荒，神人共诛。与妖为伍的神仙，更该当被天罚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跟我回白舟山看看，我们白舟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邪恶。我的好朋友他们都是妖，但他们都是善良的好妖，并没有做你们说的那些坏事。凡人作恶，10年凛冬；一群小人作恶，就得所有人跟着受苦。大胆！人间的10年凛冬是对凡人之罪的惩罚。可是大部分凡人他们就是无辜的呀，你们不能因为一群小人犯错，就处罚这个处罚那个，凡人就得默默承受，我们这些好妖就得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啊！你竟敢质疑天法？我没有质疑，本来就不对。你，我会好好修行，成为你的神后的。无知插话！降下10年凛冬，一小群人作恶，却是所有人跟着受苦。是什么是？不是，不是，肯定不是。可如果有罪不法，放任自流，如何震慑恶人？对，若不惩恶，
还谈什么智力凡间嘛？没错，我当时就应该这么说。你可不嘛。可他又会说了啊，还是会有无辜的人遭殃啊。可这些就是秩序啊。没错。大胆逍遥，竟敢质疑天法！哼！大人，您别生气了，您都破音儿了。您这是跟谁呀？管得着吗？不是，大人，我是管不着，但我得写史啊，我。不是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给我盯住了？大人，咋冲我来了？大人，您给我松开呀！不是，救命啊！神尊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让你好好修行，你却在此偷懒睡觉。我有好好修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修行越疲惫。这普通的雷星你都扛不住，你可是天级的雷，比这厉害千百倍。那我不会被劈死吧？夺雷劫最基本的方法便是变形术，你试试变成浅雪树的样子。你看着我，我变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我紧张。紧张就念清心咒，静心寡欲，修行自若。你怎么连最基本的定性之法都不会啊？行行，我不看你，快点吧。记住了，一切法术最核心的就是专心，专心致志，全神贯注，想着你要变成的样子，然后将你的灵力集中于指尖之上，再想着秦雪树的样子。刚不是说让你专心致志了吗？你怎么变成牡丹花了呀？因为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。神尊大人，我想问你个事情，你喜欢我吗？在花招会上你说了，只要我成了神仙，你就会娶我为神后，你可不要忘记哦。休得胡闹，好好修炼。还有，把脸擦擦。他在我翅膀中央，身影披暮色云上，若漫天星光，皆为他盛放。一树梨花暗喻旧霜。他的裙角也怎么回事？我
必定只是得了心悸，绝不会是。你刚不是说让你专心致志了吗？你怎么变成牡丹花了呀？因为我想的都是你。你喜欢我吗？还是扔掉吧。静心，静心。静心寡欲，修行自如。但凡花神降临各花阁，若无外事随行，本宫各居住之内侍等，为利引于本宫阁门外后家，会仍送至本宫阁门外。记住了，一切法术最核心的就是专心，专心致志，全神贯注，想着你要变成的样子。然后将你的灵力集中于指尖之上，再想着秦雪树的样子。完了，怎么变成神尊大人了？这什么？神尊大人好像长得跟我不太一样啊。算了算了，先变回去再说吧。站住！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？对不起啊，神尊大人，小仙不知是您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对啊，我现在是锦绣。神尊大人，没事儿，小事儿。神尊大人，天女从北仙界拿了一些雪绒花蜜过来，已经在花山阁等候多时，不知您是否愿意一见？什么东西啊？雪绒花蜜。好啊，哪儿啊？请。走走走。嘿嘿嘿嘿。天女。中天王。这天女真好看啊，真好看。哎，往日您都在闭关修炼，没想到今日能见到。我忽然前来，不会打扰到您吧？不打扰，不打扰，怎么能算打扰呢？天女，你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给我呀？嗯，在哪儿啊？我们北仙界的雪绒花蜜。哎，这个。嗯。哇，好香啊！嗯，好香啊！你尝尝，来。怎么样？是很香。中天王若是喜欢这花蜜，
我下次再带来些。好像也不用那么客气。下次可就不是我了。中天王今日要比往常开朗好多，是吧？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就以前我那个脸啊，又臭又涩又僵硬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你看现在笑起来多好看，是不是？嗯。神尊大人。 天女在里面。中天王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我觉得你的眉毛真的超级好看。你凑近点让我看看。哦。 历经悲欢离合又如何？漫漫长路，前尘早已随风去。何须与君相逢，相伴到白首？几人灭这一生，痴心中天悄然入梦中。 情。